卫星捕捉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从南海返程，同时中国山东号航母进入南海，二者有何关联？中美此前在南海有过怎样的交锋？为何中国在南海越来越强硬了？根据中国智库平台南海态势感知的消息，有卫星照片显示，近日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完成与澳大利亚海军瓦拉蒙加号护卫舰在澳大利亚西北部举行的联合演习后踏上归途，预计是赶回关岛基地进行休整。卡尔文森号航母于9月首次完成 F-35C 作战中队的飞行甲板认证行动，成为美军首艘装备 F-35C 舰载机的核动力航母。紧接着在10月末，卡尔文森号航母进入南海，并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南海高强度活动，其中包括与日本、菲律宾海军在南海展开联合军演。12月初，卡尔文森号航母进入澳大利亚海域，参与美澳海军联合演练。可以看出，此阶段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行动对中国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卡尔文森号航母返程的同一时刻，中国的山东号航母也驶离港口。根据环球时报上的信息，此次山东号航母是前往南海一处未公开海域进行实战性演习，包括战斗机起降、损害控制和海上搜救等。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此次山东号航母是带着舰载机出动的，并且会进行一些高强度训练。而这样一来，卡尔文森号航母返程时就很有可能会遇到山东号航母。而有分析认为，山东号航母此时出海就是为了回应这2个月以来卡尔文森号航母的挑衅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卡尔文森号航母进入南海后，基本都是被卫星给提前锁定了，所以其路线也十分清楚。而在了解卡尔文森号航母路线的情况下，山东号航母挡住其必经之路也不是不可能，以至于有网友评论称，山东号航母赶在美国航母回家时出门，是为了不让其回家过圣诞吗？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辽宁号航母编队穿过公国海峡，经菲律宾海又进入台海海域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一艘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3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组成联合舰队，紧随着辽宁号航母编队穿过公国海峡，疑似追踪辽宁号航母。紧接着，卫星图又爆出重大消息，在辽宁号航母附近，一艘疑似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浮出水面，并且一艘中国海军的054A 型护卫舰快速接近核潜艇。根据外界分析，美军派出核潜艇追踪辽宁号航母编队，但却被中国航母编队察觉，随后派出反潜舰队将美国核潜艇给逼出来了。此事并没有得到中美官方的正式回应，但也可以看得出来，中美海军在海上的较量已经进入到了高强度模式了。而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中国海军包括055型驱逐舰南昌号在内的数艘军舰进入到阿拉斯加的美国专属经济海域，让美方大为震惊。紧接着，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巡逻舰伯特索夫号与金博尔号对中国舰队进行紧急追踪，并且拍摄到了中国舰队罕见现身美国专属海域的画面。这也足以说明，中国海军已经不单纯只是抗议美国的自由航行，甚至能对美国进行自由航行。恰巧也就是在几天之前，辽宁号航母与南昌号驱逐舰还穿越公国海峡进入太平洋，而日本海自罕见出动了出云号准航母进行盯梢。不管怎么说，中国海军越来越积极主动的出击，这是美国人绝对不想看到的事儿。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大肆鼓吹自由航行，并且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线，只认定3海里领海线。其目的就是在于美军的军舰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能任意接近他国的领海区，并对他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从而达到以武谋利的作用。然而，美国人也没有想到中国海军能成长得这么快。在20年前，美国人还在嘲笑中国海军是蚊子舰队，如今中国却是正在打造一支深蓝海军，在规模上迅速与美国海军缩小差距。而实力的增长是一方面，在气势上，中国海军也从不怵美国海军。提起2战之后美国海军与他国海军在海上的对抗，很多人可能会想起1988年，当美国海军约克城号巡洋舰和卡隆号驱逐舰进入黑海进行自由航行时，苏联海军的驱逐舰以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为由，将美军舰撞出大口子。而
而其实中国海军在这种气势上一点都不输给当年的苏联人。就美国官方承认的，近10年来中美海军在南海就发生过2次激烈的对抗。2013年12月5号，当时仅服役1年多的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正在南海地区进行军演，而当天美军就派出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毫无顾忌地抵近中国航母编队演习区域外围，大摇大摆地进行窥探行动。不过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反应让他们措手不及。在发现美军舰接近辽宁号航母后，很快航母编队中就有2艘军舰前去驱赶。中国军舰上的船员先是用广播喊话美军舰驶离，却直接遭到无视，美军舰继续逼近辽宁号航母。但紧接着一艘中国军舰突然插入美军舰的航道，距离美国军舰仅91米，美国军舰上的水兵顿时吓一跳，立即进行了紧急转向避险。随后中美2舰的舰长进行无线电沟通，而美国军舰接着就被调离了现场。此事让美军颇为恼火，五角大楼竟专门召开记者会，指责中国军舰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很快中国外交部强势回击，称美军舰进入辽宁号航母编队演习区域，干扰解放军正常的演习活动。自知理亏的美国人最终妥协了，竟主动找到中方进行谈判。随后中美规定两军在空中、海上与网络的行为准则，以避免冲突的爆发。不过让美国人守规矩可是很难的。之后在2018年9月30号，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驶入南海，美军高调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闯入了南沙群岛的南薰礁与赤瓜礁12海里范围内。按照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明，此行为已经属于越界了。很快中国海军052C 级驱逐舰兰州号出现在迪凯特号身边，并且这次没有通知，直接切入到美军舰航道，以舰身抵挡住美舰前进方向。两舰最近时近41米。同样的，美舰进行紧急避险后离开。值得注意的是，五角大楼总共有3次正式公开中美两军在南海的摩擦事件。除了刚刚提到的2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中国人就比较熟悉了，那就是2001年4月1号南海撞击事件。其结果就是中国飞行员王伟驾驶歼8战机撞向美国侦察机后牺牲。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实力不济，只能在争取美国人的道歉后，将美机与飞行员送了回去。但如今对于美国人来说，除了俄罗斯人与伊朗人，中国人在海上同样是一个硬茬。近年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更加激烈，中国也将进一步展现出强硬的姿态。